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50岁女人衣品好的体现，穿衣得体，款式简单，优雅又耐看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步入50岁，穿衣这件事从来不是单纯为了追赶潮流、凹造型，而是为了取悦自己，成就自己的从容与体面。年轻时总爱追着爆款跑，生怕落了流行，可到这个年纪才发现，真正的好衣品从不是花哨和潮流堆出来的，而是把一件件看似普通的衣服穿出属于自己的气质与分寸感。会穿的女人懂得什么叫得体，什么是简单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耐看。把衣服穿得得体是对自己的尊重，款式简单却能撑得起高级感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搭配，才配得上我们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底气。所以真正懂穿衣的50岁女人，从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证明自己有多会打扮，只需转身那一刻，就能让人看见藏在细节里的体面与优雅。第一，穿衣得体。所谓得体，是对分寸感的精准把握，它意味着知道什么时候该穿什么，既不过于随意，也不过分隆重。得体的穿着能让你在各种场合都自在舒适。这种分寸感不需要华丽的装饰来撑场面，而是通过合身的剪裁、恰当的长度，展现出对场合和他人的尊重。具体来讲，我们的搭配需要讲究藏露结合，避免过度暴露，例如领口设计，相较于深 V 领或大 U 领，适度的圆领、小 V 领或衬衫领为适宜。袖口选择上，7分袖、中袖比无袖更适合日常穿着，既能修饰手臂线条，又保留了端庄感。下装方面，9分裤、中长裙是优于超短裙的选择，微微露出脚踝或小腿最纤细的部分，既显利落又不失优雅。第二，款式要简约。挑选衣服的时候，别被花里胡哨的款式误导了，简约的款式才是这个年龄段的穿衣精髓。比起复杂的设计和夸张的图案，基础款反而更能衬托气质。纯色衬衫、直筒裤、经典连衣裙，这些看似普通的单品，却像无声的语言，诉说着低调的高级感。当然啦，简约不代表单调，而是用最少的元素表达最丰富的内涵。没有过多的装饰喧宾夺主，反而能让人把目光聚焦在你的神态和气质上。就像下面这些纯色 T 恤和阔腿裤的搭配，简洁利落，反而更能凸显穿着者的品味。此外，优雅耐看的关键还在于选择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元素。高品质的面料自带质感，真丝的柔滑，纯棉的舒适，都很适合中年女人。穿在身上不仅舒适，更能提升整体格调。在色彩搭配上，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系，沉稳大气的大地色，都是不容易出错的选择。这些柔和的色调就像淡雅的水墨画，越看越有韵味。而且这样的搭配不会随着季节变换而过时，反而会在时光中沉淀出历久弥新的美感。全身的配色不过3，看起来更高级。第三，高级的搭配示范。白衬衫到底要如何搭配才不会显得严肃单调？可以来看看下面这种穿法。上半身的宽松白衬衫自带慵懒气质，下半身的黑白色条纹半身裙复古知性，两者结合，层次感很强，还不会觉得违和。当然，好衣品也离不开细节的点缀，一条丝巾，一对简约的耳环，一只质感的手包，这些小物件就像画龙点睛的妙笔，能瞬间提升整体造型的精致感。穿连衣裙的时候，提上包包，带着项链都可以体现精致感。但记住，
配饰贵在精不在多，恰到好处的点缀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哦。50岁真的是特别美好的年纪，不用再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穿衣服，用得体的搭配、简约的款式和舒服的面料，把日子过得精致又从容。当我们走到50岁的年纪，回头再看年轻时那些费尽心思追潮流、跟风买单的岁月，或许会觉得有趣，也会有点释然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想着穿得与众不同，总是盯着每一季的新款新花样，生怕跟不上潮流就会被时代抛下。可到后来才慢慢明白，潮流再新也会过时，风格却能历久弥新。真正高段位的衣品，从来都不是紧跟潮水起起伏伏，而是有底气选择与舍弃，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，什么是值得为自己保留的。尤其是到了中年，女人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于身上穿了多少件流行单品，而在于那种沉着、笃定、无需多言的自洽气质。你会发现，衣橱里哪怕只有几件简单的衬衫、连衣裙、风衣，只要搭配得当，面料合身，剪裁得体，配上一点用心的小配饰，就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又大方，比那些一味追赶潮流、花里胡哨却不适合自己的穿搭要来得体面多了。其实潮流可以作为参考，但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好看的衣服很多，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值得穿在身上的。越来越多的中年女人开始懂得，不必为了别人眼中的年轻感而盲目减龄，也无需用夸张的元素去刻意博人眼球，把优雅与时髦融进一件白衬衫、一条简洁裙子、一双舒适的平底鞋里，反而能把最好的状态自然地展现出来。这种不慌不忙的从容感，比任何潮流都珍贵，也更让人心生好感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总在为穿什么才显得年轻而发愁，不如换个思路。接下来就让我和你一起聊聊，怎么把这些小心思藏进我们每天的穿搭里，让每一次出门都成为一场与自己和解、与世界温柔相拥的仪式感。1. 天然面料优先，让舒适与高级感共存。夏季温度高，面料的透气性和舒适度直接影响穿着体验与整体气质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天然面料是打造优雅穿搭的基础。棉麻、真丝、亚麻这类材质自带呼吸感，仿佛能让肌肤自由吞吐空气，比人造纤维更值得入手。比如棉麻面料，它的天然肌理自带随性松弛感，你可以为自己入手一件棉麻衬衫，搭配阔腿裤，穿在身上既藏肉又显精神。走路时面料自然摆动，把夏日的慵懒与随性诠释得恰到好处。真丝材质则更显高级，哑光缎面的真丝衬衫或连衣裙，触感柔软，光泽柔和，不会像亮面那般难驾驭，上身瞬间提升气质，出席正式场合也能轻松适配。2. 低饱和配色加同色系或临近色，营造高级氛围。中年女性的夏季穿搭，配色上做减法往往比加法更出彩。低饱和色系自带温柔沉静的气质，很契合这个年龄段的韵味。搭配同色系或临近色，轻松穿出高级松弛感，真的比花里胡哨的搭配更耐看。所以别再把大红大紫的衣服堆砌在身上啦，像黑白色系穿搭就很经典。搭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同色系单品进行深浅过渡，和谐又有层次，视觉上给人一种流动的美感。此外，基础色加点金色的组合也值得尝试。通过佩戴一些时髦的亮色配饰，可以瞬间提亮你的搭配哦。3.
留白穿搭藏着陆悠显精神。留白这个技巧放在中年女性夏季穿搭中，就是露肤但不暴露，宽松但不拖沓。通过巧妙的露与松，我们才能藏起身材小瑕疵，露出优势部位，让整个人更显精神有气质。不过露肤要选优势部位，比如手臂纤细就大胆穿无袖上衣，像真丝无袖衬衫，搭配高腰半身裙，露出纤细手臂，利落又显气质。脚踝好看就选9分阔腿裤、直筒裙，露出纤细脚踝，搭配一双简约凉鞋，视觉上拉长腿部线条，显高又清爽。要是喜欢穿得宽松一些，也别选软塌塌的款式，宽松但有垂坠感才是显瘦遮肉的关键。比如直筒的纯棉连衣裙，走路时面料自然垂落，能修饰身材曲线，比紧身裙更藏肉，还多了份随性。踩着平底凉鞋，舒适透气，还不会显得臃肿拖沓。色彩上也要留白，全身颜色控制在3种以内，避免视觉上的杂乱感，才能让穿搭更显简洁高级。如果不知道如何搭配，可以直接穿纯色连衣裙，从上半身到下半身都是统一的色彩，看起来更高级，配合露肤，轻轻松松让夏季穿搭优雅又有精气神。当女人走到50岁的年纪，很多人会误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轻松驾驭各种风格，或是觉得穿衣变成了不能太张扬，别太花哨，简单舒适就好。可事实上，真正会穿的50岁女人，从来不只是满足于遮丑藏肉，而是懂得如何用合适的衣服、颜色和剪裁，把自己修饰得更得体、精神、松弛，同时又不失女人味，才能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这个人真有气质。到了这个阶段，穿衣搭配已经不只是为了取悦别人，而是让自己看着舒服，穿着自在，过得从容。在合适的基础上，加入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巧思，让每一件衣服都为自己服务，把美藏在细节里，藏在面料的质感里，藏在色彩的呼应里，也藏在得体的剪裁与搭配中。就像很多穿搭得体的优雅女性，她们看似普通的一件白衬衫，一条纯色连衣裙，或是一条质地柔软的棉麻阔腿裤，穿在身上却总是恰到好处地藏住了身材的小不足，露出了最好的线条，让整个人看上去轻盈又舒展。这样的搭配没有突兀感，也没有过度的花哨，却能在人群中悄悄透出一份从容与高级感。接下来，咖啡屋和你分享的是更实用的进阶穿搭思路。50岁女人想要不显老，还要美得恰到好处，不妨试试这3个技巧，让日常搭配看似平常，却暗藏细节，让人越看越舒服，越看越有味道。1、色彩搭配，低调和谐才显气质。对于普通中年女人来说，一开始我们可以先从黑、白、灰、米、驼等基础色入手，这些色彩是50岁穿搭的安全牌，它们简约大方且容易驾驭，但全身基础色容易显得沉闷，这时可以用亮色单品作为点缀，用小面积亮色提亮整体造型，为沉稳的基础色增添活力，或者是挑选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，这些颜色柔和不张扬，自带温柔滤镜，穿在身上不仅减龄，还能衬托出好气色，让整个人看起来年轻又优雅。都知道，同色系搭配是打造高级感的秘诀，选择相近的颜色进行搭配，能让造型在视觉上更具连贯性，拉伸身材比例。比如直接穿一身低饱和度的套装，或者是一条纯色连衣裙，
节省了我们的搭配时间，还能营造出温柔优雅的氛围感，尽显成熟女性的韵味。2、款式搭配简约不简单，突出线条感。中年女人身材发福也并不可怕，学会利用服装的松紧对比来修饰身材比例就行了。如果上身偏瘦，可以选择修身的上衣搭配宽松的阔腿裤，既能展现纤细的上半身，又能遮盖腿部不足。身材比例的调节，靠的就是衣服的剪裁，特别是衬衫、半身裙，轮廓一定要干净利落，不要结合太多复杂的花边剪裁，很容易用力过猛，显得艳俗廉价哦。3、配饰搭配提升精致感。一身搭配没有配饰点缀，就会显得特别寡淡。中年女人的首饰选择最好以简约为主，避免过于夸张繁复的款式，例如珍珠耳钉、细链条项链、金属质感的手镯，这些简约的首饰能为造型加分不少。佩戴时注意不要过多，1件2件精致的首饰即可，太多容易显得累赘。此外，还可以根据场合选择合适的包包，实用性和时尚度并存。日常出门可以选择帆布包、托特包，容量大又方便。参加正式场合时，手拿包、链条小包更显精致。包包的颜色也一定要尽量与整体穿搭相协调，保持风格的一致性，才能给你的造型加分。50岁这道年纪，看似是女人的一道分水岭，实际上却是一个积累沉淀之后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的阶段。那些年少时追过的潮流，买过的花哨衣裳，踩过的穿搭坑，到头来都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：真正好的穿衣品味，从来不靠一味堆砌流行单品，也不需要去讨好谁的目光，而是懂得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，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其实所谓的年轻时拼命凹造型，到了中年必就用得上。真正高级的搭配，往往是看似简单，却暗藏巧思，每个细节都透着考究，却又丝毫不显张扬。所以50岁女人若想衣品越来越好，不需要逼自己去追赶潮流，而是要学会在懂自己上下功夫，懂得用简约替代花哨，用质感打败浮夸，用得体取代过分用力。穿衣这件小事，说到底是把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是哪怕一件白衬衫也能穿得精神、干净、有分寸感。有人说，优雅是骨子里的修养，不会随着年龄褪色，反而会在光阴里沉淀得愈发笃定动人。而女人的衣品越好，这份优雅就越藏不住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从容和高级。接下来，咖啡屋想和你聊一聊，中年女人衣品越来越好的表现，往往就藏在这4个细节里。优雅从不只是外在，而是流淌在骨子里的一种气质。1、衣服越买越少。年轻人对时尚保持热情与好奇，且尚处于寻找穿衣风格的阶段，在购买衣服时往往更重视款式，流行的衣服买了一件又一件，直到衣橱满满当当，依旧停不下买的手。但人到中年后，女人的审美与品味都得到提升，衣品也比年轻时候高出几个层次。她们不会再花钱买一些不贴合自身气质、不适龄或者没什么品质感的服饰。衣品好的中年女人懂得精益求精，在买衣服上非常吹毛求疵。买的衣服虽然越来越少，但衣橱里不会有粗制滥造、太花哨、穿不出去的衣服，整体档次都得到了提升。而且这些服饰都很简约实用，穿上身整个人气质也提升不少，还能调节身材，让个人形象变得知性而得体。2、露肤只露出重要节点，
中年女人衣品越来越好，还体现在对一些穿衣技巧的运用上更具分寸感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露肤技巧，年轻人喜欢将胳膊、大腿展现出来，甚至选择各种采用腰部挖空的服饰，或者露脐装、露背装凹造型，怎么抢眼怎么穿。但衣品好的中年女人在穿搭上侧重于兼顾时尚与得体，她们也会借助露肤技巧提升时尚感，但大多数情况下只会露出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，且具体露出哪里还会考虑到自身优势与缺点，像脖梗、锁骨、手腕、小臂、小腿、足踝、脚背，这些重要节点都可以适当展现出来，远离穿衣沉闷。而腰部、后背这些区域如果是日常或者职场，最好用收腰的方式展现出来，而不是选择露腰服饰。3. 搭配越来越简约。中年女人衣品变好还体现在搭配上所坚持的原则，与年轻时候穿衣随心所欲不同。中年阶段的优雅女人在穿搭上往往更有条理，次序分明。其中在搭配上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遵循越简约越高级原则，懂得做减法，不会一股脑堆砌色彩或者单品，色彩分布比例恰到好处，且能够借助配色提升穿衣档次，划分身材比例，同时注重配色细节。比如用浅色、彩色搭配黑色时，浅色、彩色要放在上半身。衣品越来越好的中年女人懂得一衣多穿，她们很擅长提升服饰的利用效率，用有限服饰承包整个季节的穿衣打扮。同一个公式也能借助细节改变打造不一样的效果。比如基础款短袖上衣与高腰伞裙，换个上衣款式，换个裙装颜色，轻松演绎 N 种风情。短上衣与高腰阔腿西裤的搭配亦是如此，通过变化对应单品的颜色与款式，轻松实现一衣多穿。简约不仅指搭配简洁一目了然，还指造型具备细节感，看起来不单调。像3-7搭法、明暗结合，或者繁简结合等技巧都可以安排上。4. 鞋子越买越贵。中年女人如果衣品越来越好，是呈稳步上升的状态，那么往往更注重服饰的品质感，衣服选精不选多，而鞋子则是越买越贵。这是因为他们知道，鞋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造型档次，简约搭配正好组合了一双品质感鞋子，呈现出满满的高级感。特别是鞋子材质选择，柔软的皮革材质的鞋子更受青睐。衣品提升需要学习与积累，也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。像很多中年女人由于长时间的实践与沉淀，衣品得到了大幅度提升，变得越来越好。上面这4点都是她们衣品好的体现，快看你具备吗？当女人走过青春年少，迎来沉淀与成熟的中年时，穿衣这件小事早已不再是盲目跟随潮流的热闹，而是细水长流的生活修养，是日积月累的审美沉淀。当你不再执着于衣橱里有没有最新的款式，而是关心这件衣服是否合身，是否舒适，是否能表达你的心境，那一刻你的衣品也正在悄悄成长。它藏在更少但更好的衣服里，藏在恰到好处的留白里，藏在配饰的光泽里，也藏在那双看似平凡却越买越讲究的鞋子里。50岁并不是优雅的尽头，而是美的另一种开始。真正的好衣品从来不是表面的堆砌，而是骨子里的体面与笃定，是你走进任何场合都不必费力证明自己的底气。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后半程，把衣品活成气质，把气质活成风骨，哪怕鬓角添了白发，依旧笑得自信从容，
活得自在漂亮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